吴灵翘、吴仙元，下一个。吴灵翘、吴仙元，下一个。这人脑子没毛病吧？升仙大会居然还牵着一条四脚怪犬，看他那打扮就不修边幅，估计又是哪来的散游凡人跑这儿来凑热闹的。桑彪，你给我消停点儿！待会儿要是我测不出灵巧，咱俩真要在一界要翻了。那边牵狗的，别在底下磨磨蹭蹭，把右手按到策法师上。九灵鞘，冲天印象，极品仙苗啊！我操，九灵鞘，传说中的九灵鞘现世了！上一个九灵鞘出现还是100年前冰宫那位公主吧？东周要出大事了！你叫个锤子，又不是你有九灵鞘。速进！老朽乃洛尘宗执事长老陈之礼，徐小友，你这九灵鞘之姿，入我洛尘宗正合适。宗内任意长老乃至宗主，你皆可拜师。此外，每月资源直接给1万上品灵石。1万灵石，大发要饭的呢！徐小友，只要你入天剑宗，极品飞剑法宝随你挑，正宗剑典任你学。两位道友太俗气了，徐道友。入我妙音门，除了灵石法宝，我们还包分配道侣哦。我门中女修成群，个个姿色绝顶，10个20个任你挑，连你这条灵宠的伴侣，我们也能包分配哦。各种上等灵兽小母狗，管够。族人去妙音门，快选妙音门撒！我要小母狗。老子养的是二哈，不是泰迪！再给老子丢人现眼，回头等出去了，真把你这狗日的给阉了！洛尘宗是东周顶尖大派，底蕴最深。虽然条件看着不是最夸张的，但最稳当。树大招风，去洛尘宗最保险。徐小友，考虑的如何？可愿入我洛尘宗？多谢陈长老，晚辈愿意。此人本宫要了。一经化血，有须大能。是东周第一女魔头，冰宫公主江宁霜来了。这弟子我冰宫收了，谁有意见？我操！怎么偏偏是这个女魔头哦？说好的后会无期嘞！江公主，且慢！又是九灵鞘，一天出了2个九灵鞘啊！西楚楚微微仰慕江公主威名已久，愿拜入江公主门下，求主公收留。鬼鬼，今天这是捅了九灵鞘窝子了吗？又来一个！在下西楚楚微微仰慕江中主威名已久，愿拜入江中主门下，求江主成全。江门主，你看这岂不是天意的巧合？楚姑娘既是女子之身，又主动仰慕你冰宫大道，由你收下正合适不过。不如我们各退一步，楚姑娘拜入你门下，而这位徐小友便交由我等3宗来培养，如何？李宗主所言极是，江公主，这可是双赢之举啊！你又何必执着于一位男弟子呢？太好了噻，这下子有别个顶包，老子终于可以脱身去洛尘宗混日子了。不能。江公主，你这是何意？天下双九灵鞘绝在此处，莫非你还想独吞不成？徐青云已是本宫弟子，至于楚微微，本宫只收1名弟子，本宫门下已无余位。为什么选他不选我？明明我才是更合适的那个。
操！这女魔头脑壳是不是有病？有现成的漂亮公主不收，非要死磕老子这个牵狗的凡人！老子身上到底有什么香饽让他惦记上的哦？天啦噻！老子的好日子彻底没得了！这女魔头头肯定是要把我抓回去当苦力呀！江宁爽，你先等一下下噻，上表快被你个女魔头勒断气了，她要死了！他刚才叫公主什么？江宁爽！直呼女魔头名讳，这小子疯了吧？他怎么还没变成冰渣？江宁霜，你如此霸道强抢，真当我三宗无人不成？本宫要带走的人，凭你们拦得住吗？江公主，今日你不选我，终有一日我会证明给你看，我楚薇薇绝不比任何人差。不行了，不行了，老子要吐了！江大公主，你慢点噻，俺真的顶不住嘞！江宁爽，咱们事先不是说好了的嘛？等出了那个破洞天，咱们就桥归桥，路归路，你放老子自由！你现在搞哪个名堂？你身负本宫兵工不传秘术，本宫怎么可能放任你独自离去？你不守信用噻，说话当放屁！你既然去过升仙大会，想必也听过本宫东周第一女魔头的名声了。你跟一个女魔头谈信用，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要么死在本宫剑下，要么做本宫唯一的亲传弟子。哎呀，师尊，你看你动不就动刀动枪的，伤感情噻。徒儿刚才脑壳糊涂了，徒儿早就做好选择了，拜见师尊。既然拜师，为何不行跪拜大礼？哎呀，咱们都咱们都是老熟人了噻，何必搞得这么见外呢？虚的都是虚的。都怪你这个死丧彪！要不是你当初抢着去吃马路中间那坨不知名的玩意儿，老子至于跟着你一起被泥头车撞到这个鬼地方来受罪吗？还落到这个女魔头手里！上彪，你个死狗！你刚才往马路上冲的时候，老子不晓得你嘴巴里含的啥子脏东西，别来舔老子的脸！阿吉先保佑，手脚都在，命根子也保住喽！鬼鬼，现在泥头车大帝技术这么硬核了吗？直接把老子从成都市区冲到西伯利亚来了！还好老子大学读的是历史系，这些古传还难不倒我。苍兰大陆、东周、飞气洞天，这都是些啥子名词哦？对嘞，这下子彻底破案了。泥头车不是把我撞到西伯利亚，是直接把老子撞穿越了噻！妈妈呀，我想回成都吃火锅噻，这里连个奶茶店都没得。不知不觉跟这死狗在这个鬼地方待了快4个月了，风雪一天都不停，再找不到出去的路，迟早要饿死在这里。我操，龙印，这声音绝对不是凡间的猛兽，
这个世界真的有神仙和妖怪啊！龟龟，这破坏力，怕是龙卷风进京停车场了吧？流了这么多血，应该死透了吧？活嘞，居然是个活人！这蛟龙多半就是他斩杀的。在这个鬼地方住了4个月，终于碰见第2个活人了噻！男女授受不亲，况且人家是个挥手就能斩龙的女神仙。要是我乱动她衣服，等会儿醒了，怕是要一剑把我削成片片。仙女，这绝对是9天仙女下凡噻，好看的太离谱了。徐星月，收拾你的诸葛亮，越好看的女神人越危险，搞不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保命要紧。太初造化丹，药效反噬了，修为尽失，连这凡躯10日内都动弹不得分毫。若是落入奸人手中，商标，大清早的叫啥子叫？皮又痒了是不是？你是谁？就你的人噻！昨个看到你倒在雪堆堆里，就把你背回来了。外头那条大蛟龙是你宰掉的吧？你是凡人？对啊，纯凡人一个。上古洞天早已废弃，禁制重重，你一个凡人是如何进来的？我还想问你嘞，老子莫名其妙就被搞到这个鬼地方来了。大仙，这到底是啥子地方？风雪啥时候停？出口又在哪个方向上？此乃上古洞天，风雪乃飞升大能法则所化，终年不停。洞天外围有上古禁制，凡人若擅闯，必死无疑。啥子？那意思是我要一辈子困死在这个鬼地方了？你救了我，我也不会见死不救。待本座10日后恢复修为，自会带你离去。大仙，我看你聊天一直盯着天花板看，你为啥子不转过头来看老子一眼呢？你脖子落枕了？本座受了重伤，暂且动弹不得。哦，原来你现在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啊！那你刚才装得那么高冷吓唬老子？本座乃上3境修士，肉身超凡，元神不灭，哪怕动弹不得，也不是你区区一个凡人能伤害得了的。我是伤不到你噻，但是大仙，你现在动都动不了。要是我现在对你做些啥子不可描述的事情呢？难道你也不怕呢？你敢？你若敢动本座半分，待本座恢复，必将你抽魂炼魄，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哎呀，开个玩笑嘛！大仙，你激动个啥子哦？老子真要是想对你做啥子，你还能安安稳稳在这个石床上躺到今天吗？我的面纱呢？昨个上面全是蛟龙血，都泡透了。老子看你带到起不舒服，顺手拿去用血水洗干净烘干了。咋样？你们这儿该不会有啥子凡是摘了面纱就要以身相许的古怪规矩吧？你再敢胡言乱语，本宫定撕烂你的嘴！行行行，我不说了噻。那这纱布还要不要给你带上？反正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罢了。大仙，你之前说你是上3境的大高手，一剑能把山都劈开，咋个会被一条蛟龙搞得这么狼狈噻？本座原本在穿梭各大洞天寻药，未曾想此地乃上古洞天，竟留有强大的法则压制，将本座由虚境的修为硬生生压到了灵宫境。洞天内有一条上古毒蛟，本座为了取其蛟龙髓液，与之大战了1日1夜，将其斩杀。为料那蛟龙之血蕴含剧烈淫毒，且顺着伤口侵入气府，寻常解毒丹无效，本座得以服下了8品太初造化丹吊命解毒，其代价便是10日内修为尽失，肉身受药效反噬，无法动弹。哎，龟龟，搞了半天原来是中了毒啊！
难怪你躺在血堆堆里跟个冰棍儿一样。小姑娘，老子烤点兔耳，香得很，你要不要来一颗？我被修士参辖引路，汲取天地灵气，不食凡俗污秽之物。行吗？这可是你说的哦。那我和上标就全包了噻。哎呀，今天这只兔子太肥了，老子和狗实在吃不完了。留一只兔腿在案头上，哪个要是饿了想吃就吃哈。趁他不在偷偷吃，吃完就说是那条死狗偷吃的。对，本宫的仙子相依然完美。死狗，你敢动一下试试？死狗，等本宫恢复修为，第一个就把你剥皮抽筋，烤成狗肉串。叫个锤子！招来狼群，咱俩都得完蛋。这一人一狗，倒真是有些意思。江姑娘，外头那条大蛟龙那么大一坨，够咱们吃好几年喽。那肉能吃不？不能，此蛟乃上古银蛟，体内蕴含剧毒，凡人若是触碰片刻，瞬间暴毙而亡。我操！好险！还好老子昨天没贪嘴，只割一块。你们凡人的这些东西，当真有那么好吃吗？一般般噻，也就勉强填饱肚子。江大仙要不要尝一口？看在你再三诚心请求的份上，本座就勉为其难尝一尝吧。大仙，要不我喂你？你放肆！本宫乃堂堂冰宫之主，岂能受你一介凡人如此投喂？哎呀，大仙，你个身子骨现在连手指头都动弹不得，我不喂你，难不成让你用嘴巴去木碗里拱噻？那传出去才叫丢你们仙人的脸，好不好喽？你看噻，你的肚子比你的嘴巴诚实多了，赶紧张嘴，再磨成冷掉就不好吃喽。咋样嘛？老子手艺还算过得好吧？比你们仙界的参侠引路香多了噻。今日之事，若敢泄露半个字出去，待本宫恢复修为，必将你毁尸灭迹。放心，老子嘴巴严实得很，连上标我都不会跟他讲半句。大仙，既然你都吃饱火足了，不如给老子讲讲你们修仙界的规矩噻。比如啥子样的人才能修仙呢？凡人若想踏上仙途，先看一件最重要的东西——灵窍。灵窍，这玩意儿还有讲究噻。灵窍乃感应天地灵气之枢纽，体内有1到3个灵窍者，只算下等仙苗，终生难入中3境；4到6个灵窍者叫做中等仙苗，若能拥有7个灵窍，便称得上是一方绝顶天才，各大宗门抢着要。那8个呢？9个呢？8窍者为天品仙苗，万中无一。至于9灵窍，乃是大道术之极限，称之为极品仙苗，千年难得一遇。若不夭折，日后定是镇压一方天地的飞升巨擘。听起来牛逼哄哄的噻。那你身上有几个灵窍嘞？本宫乃东周当世第一天才，自然是9灵窍。真的假的哦？9灵窍这么厉害，你咋个还会被一条蛟龙打得跟个瘫痪一样躺在这里噻？于青云，本宫说了，是因为法则压制与蛟龙猛毒。你若再敢质疑本宫的天赋，本宫现在就催动神魂撞死你！哎呀，错了！哎呀，大仙消消气，老子信，老子1000个信，1万个信噻！叫你嘴贱，叫你拉虎不开提拉虎，差点把这尊女菩萨给点着了。大仙，那你们修仙的境界咋个划分的呢？
给老子科普一下噻。修行一途分为下三境、中三境与上三境。下三境为淬体，明气运脉，乃是打磨肉身与灵气的基石；中三境为灵宫，洞玄神台，可通天接地，御空破浪。至于上三境，乃是游虚、斩道与仙人，渡过9重雷劫，方可破空飞升。鬼鬼，游虚斩道，听起来就屌爆了！老子要是也能修仙，到时候御剑返回成都，那不上天了撒？江大仙，今晚吃不吃撒？老子特意多切了点肥嫩的部位哦。不吃，本宫乃游虚境大能，昨日不过是受反噬剃须，今日断不可再食这凡俗污秽。行嘛，那你硬气，老子不强求噻。趁着凡人不在，本宫偷偷将这兔腿吃了，等他回来，本宫就说是那条死狗偷吃的。本宫的冰清玉洁高冷形象稳如泰山。死狗！你敢抢本宫的肉？待本宫恢复修为，定要将你剥皮抽筋，剁碎了烤成狗肉串吃！丧彪，你个死狗，风风火火的往外冲干啥子？外面下大雪，你跑出去找洞啊？哦，老子晓得了，你个死狗肯定是刚才偷吃了木碗里的兔腿，怕被老子收拾才想跑路的，对不对？龟龟上彪，你现在是真的越来越通人性了，偷吃了还晓得心虚。江大仙，今晚老子烤的是野鸡哦，香喷喷的，你确定真的不吃噻？你们凡人的食物，当真有那么好吃吗？好不好吃你尝尝不就晓得了。来噻，别撑着喽。哼。看在你这凡人再三恳求、一片诚心的份上，本座便勉为其难的尝上一尝吧。那大仙，老子可有为你了哈！你放肆！本座就算是死，也绝不吃你一口东西。切，大仙，你说不吃就不吃噻，老子信你个鬼！听见没得？你的嘴巴说不吃。你的肚皮可比你老实多了噻！此乃本座未修得仙躯，凡体自然的饥饿反应而已。你给本座拿开！哎呀，大仙别呜呜了，快尝尝！老子为了伺候你，手都举酸喽！我就知道。你看噻，刚才是我考虑不周，这鸡腿太大块了，切成这样，你一口一个，绝对噎不到。今日之事，你若敢对外透露半个字，等本宫恢复修为，必将你毁尸灭迹，扔去喂野狼。行了行了，晓得了，大仙，老子嘴巴严得像铁缝一样，放100个心哈。嘴上喊到要杀人，肚皮倒是诚实得很，这女魔头好伺候得很噻。上彪，给你加餐。你个死狗，犯啥子病？这个也是骨头噻。这死狗平常连石头都想嚼2口，今天居然挑食。不对，他不是嫌弃骨头，他是怕那个女魔头沾过的东西。终于能动了。虽说体内灵气受太元造化丹药效影响，只恢复了微弱一丝，但凭本宫这具游虚境的无垢仙体，这洞天之内已无普通野兽能伤我。你们捡起来了。正好，你帮老子看看，这死狗最近只要一看到你，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拼命往老子背后钻，它到底咋个了？畜生尚且懂得敬畏强者，退避三舍，不像某些凡人，口无遮拦，手脚不归，死到临头还浑然不知。听见没得，上彪？人家说你是畜生，骂你晓得敬畏，你个没骨气的狗东西！本宫恢复身体，也不必再隐瞒身份。本宫全名江凝霜，乃是苍兰大陆东周4大宗门之一，冰宫之主。江凝霜，冰宫，那是啥子地方噻？有成都市锦江区大吗？你们总能管不管饭呢？你竟然连东周冰宫都没听过，
你到底是从哪个蛮荒偏僻角角里蹦出来的凡人？老子本来就没听说过噻，你又是啥子公主，又是啥子大仙的，听起来好牛逼一样，结果还不是被一条蛟龙打得躺在床上，要老子喂鸡腿吃。徐青云，你再提鸡腿2个字试试！待本宫微弱的灵力恢复些许，自会履行诺言，为你检测体内是否有真灵窍。若是没有，你便一辈子留在雪地里打猎吧。徐青云，你的脸再敢靠近本宫半寸，本宫便将你的狗头拧下来。我操，江宁爽，你身上好臭啊！我操，江宁爽，你身上好臭啊！你刚才叫本宫什么？又说本宫什么？江大仙，小气，老子不是说你这个人臭噻，是我说你身上这件原白仙裙，又是上次杀蛟龙沾的黑血，又是这几天烟熏火燎的，你都4、5天没洗没换了，换成水能不臭吗？本宫要沐浴。外面零下几10度，漫天大雪，冰封万里的，你现在去沐浴，去哪儿洗噻？洗冰雹啊！洞外100丈有一处极寒潭水，本宫今日一刻也忍受不了。你疯了！灵气才恢复那么一丢丢，为了洗个澡强行吐血，你不要命了？本宫没事，死不了。行，你硬气，老子带你去。不过先说好，你要是在水里冻僵偷腥了，老子可不负责拉你上来哈。不许偷看，若敢转头半分，本宫将你双眼抠出来喂狗。放100个心哈，老子对你没兴趣。况且我要是真想偷看，你前几天昏迷躺在石床上动都动不了的时候，老子早就看光了，还用得着冻得像个龟子一样守在这里偷看？无耻凡人，你闭嘴！虽然这女魔头脾气臭，嘴巴硬，但对自己是真的狠啊！明明冻得要死，愣是一声不吭。这等狠角色，难怪能成啥子第1女魔头。这才对噻，好香！你再说一遍。没啥子，老子是说今早这空气真香。好险，差点又插到这女魔头的炸药包了。太初造化丹的反噬终于消退大半，如今肉身已彻底恢复，体内灵气也一举充盈到了凝气6层。过来，本宫答应过你，今日便为你检测体内是否有真灵窍。来噻，江大仙，快帮老子看看，我是不是啥子万中无一的绝世奇才？定。咋样嘛？老子有几个灵窍噻？4个真灵窍。4个算啥子水平噻？按修真界的划分，1至3窍为下等，4至6窍为中等。你这4灵窍刚好踏过中等仙苗的门槛，在茫茫修真阵界中，不过是最普通平庸的一类罢了。才4个，问题不大噻。说不定老子还有5个隐藏的阴灵窍呢，4个加5个，那不刚好又是9个极品灵窍了吗？隐藏灵窍，自古以来天地法则严苛，灵窍定型便不可更改，哪来的隐藏灵窍？谁给你的自信？万一有呢？人嘛，梦想还是要有的噻，万一实现了呢？我操，江宁爽，老子就是开个玩笑扯个蛋，你至于因为我吹牛逼就要拔剑灭口噻？本宫若是想杀你，何须用剑？拿着。这是啥子宝贝噻？此乃9连清魂功，乃是本宫兵工不传的神魂修炼秘术。
给我这个干啥子啊？我又不会修仙。本宫这几日探查过了，此废弃洞天设有一道上古日月双生传送阵，若想离去，必须有2人在洞天东西两端的阵眼同时注入磅礴神魂之力，方可撕裂空间，开启出口。本宫一人无法同时身处两地，而你虽只有4灵窍，修炼体内灵气慢如龟爬，但在本宫护持下修炼这神魂秘术，只需将9连清魂功炼至第2层，你初散的神魂之力便足以启动另一座传送阵眼。哦，老子晓得了，只要老子把那啥子清魂功练到第2层，咱俩就能从这个鬼地方出去了噻。不错。那江大仙，凭老子这聪明伶俐的脑壳，练到第2层大概要多久噻？3、5天，还是4半个月？10年。啥子？你再说一遍，多久？以你4灵窍的平庸资质，至少10年。啥子？10年？你开啥子玩笑啊，江凌霜！10年时间，当咱俩要在这种鬼地方过日子吗？你在跟本宫说话？我的意思是，当咱俩要在这种鬼地方过日子吗？而且还带一条狗噻！按你的平庸资质，即便拿着9连清魂功，单凭你自己苦修，10年能达到第2层，便已是老天保佑。本宫并没有恐吓你。10年啊！10年后老子出去都30多岁的人了，到时候腿脚不灵便，头发脱光光，还修啥子仙哦？直接找个老头乐划算些噻！老天杀！老子好端端的成都小仙了，不要再血杀老了呗！本宫何时说过要让你独自苦修10年？啥子意思啊？听你这口气，你有捷径噻！若说是本宫亲自催动独门太阴冰焰，日夜为你淬炼神魂，将你的修行效率拉至极限，1年之内，本宫定让你踏入第2层。1年还好，1年还好，吓死老子了！1年时间咬咬牙就过去了噻。不过，太阴冰焰淬炼神魂，其过程犹如将你的灵魂置于9幽极寒中生生撕错重组，那种痛苦非常人所能承受。你若是承受不住冻碎神魂，便会当场沦为废人。会很痛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江大仙要修炼1年，神魂上老子咬牙忍了，可老子和这死狗还是凡人体质，天天都要吃饭噻。1年的干粮从哪儿来哦？难不成天天吃烤野兔？我操，江凌霜，你之前不是说这蛟龙有剧毒，凡人碰一下就会死吗？你该不会想毒死老子吧？先前本宫修为尽失，自然无法去除其体内蛟毒。如今本宫恢复了泥气6层，区区血毒，挥手可灭。鬼，这就是神仙切菜啊，太利落了！唉，这么顶级的食材，可惜没得盐撒，吃起来肯定差了点味道。本宫乃堂堂冰宫公主，若是在她面前拿出凡俗调味料，岂不是显得本宫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荡然无存？可若是没盐，这蛟龙肉确实失了3分灵味。我操，盐！江凌霜，你是为啥子会随身带着盐瓶瓶哦？本宫变出来的。变出来的？江大仙，你们修仙的点石成金，好歹遵循元素守恒吧？那是物质改变。你这个小瓷瓶，连带着外面的釉彩和里面的精盐，分明就是现成的工业产物噻！你凭空变个瓷瓶出来给老子看看呢？放肆！本宫乃游虚境大能，掌握法则神通。本宫说能变，就是能变。你一介凡人，岂敢质疑本宫的无上神通？笑死老子了！这女魔头明明就是个头戴调料的吃货，还搁这给老子装神仙变法术嘞！江大仙，你万一老子的角度真的去干净了，当场气孔流血，你可就真的要一个人在这个死人洞天里待10年了哦！有没有毒？找个东西试试不知道了。
你想拿老子试毒？商标，你个死狗跟着谁乱叫嘞？你妈谁是狗东西噻？啊！因为他比你识时务。老子养了他几年都没把他制服贴，你一个眼神就把这死狗吓成这副凶样！商标，你个没骨气的狗东西！江大仙，消消气噻！当初老子把你从血堆堆里背回来，那死狗好歹也拉了花桥嘞，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你别吓他喽。我操，这蛟龙肉加了盐巴简直绝了，香得老子想吞舌头。快宰快宰！今天这水咋个感觉比前几天还甘甜些呢？跟加了白糖一样。你这水是从哪里接的？旱滩啊，不从旱滩接去哪儿接噻？什么时候接的？就今天下午啊，老子看水袋空了，顺手去接的噻。我操！老子今天下午的水是女魔头昨晚洗过澡的沐浴水。徐青云，谁准你喝那里的水？我操！江凌霜，你讲不讲道理噻？老子之前几个月一直都是喝那个旱滩的水，是你昨晚非要跑去里面洗澡洗成洗澡水的好不好了？老子才是受害者噻！你给本宫吐出来！就不吐，真是甘甜，爽！你无耻至极！哎呀，江大仙消消气，老子保证下次去几年外的雪山融雪接水，绝对不喝你那里的水了。再说了，咱俩还要合作出去的，你把我一剑削了，你一个人在这里过10年噻。今日之事，你若敢跟第3个人提起，本宫定将你抽魂炼魄。九炼清心，魂守本意，灵态清明。沉气丹田，莫动杂念。哎，江公主，那你这洞府修好了，咱们住哪儿噻？本宫住新洞府，至于你，自然是回你原来的山洞。啥子？分居啊？你一个人住豪宅，让老子和狗住破棚子？每日卯时准时来本宫洞府前修炼，若敢迟到，打断你的腿。你拿本宫的话当耳旁风吗？啥子耳旁风啊？电台刚亮噻，大清早的催命咩？磨磨蹭蹭，日后若再敢迟到半刻，本宫便打断你的腿。反正修炼神魂也用不着腿。江凌霜，咱们两个只是平等合作关系噻，你又不是老子的正牌师傅，你凭啥子管得这么宽哦？若是你练不到第2层，你我都得出不去。你说本宫管不管得？算你狠，算你占理噻。盘膝坐下，闭目凝神，随本宫的念诵，尝试运转9连清魂功第1层的心法。切记，口诀不可记错分毫，否则神魂错乱，神仙难救。放心噻，老子脑壳灵光得很，开始吧。虚极静笃，灵府成明，神凝太虚，退凡归真。入定如此之快，几乎是呼吸之间便契合9连清魂功的韵律。这等希望，即便是在各大宗门的天骄之中也极为罕见。难道他这平庸的4灵窍体内真的藏着本宫探查不出的玄机？舒服，这叫做得神清气爽的，感觉好像才过了半天嘛。烦死了！你终于醒了，救命啊！上彪，你个死狗又犯啥子羊癫疯噻？老子才闭眼打坐了半天，你整得跟几百年没见老子一样，我不恶心哦！他不是犯病，他只是饿了。啥子饿了？老子昨天傍晚才喂他吃了3大块蛟龙肉噻，这才过了半天，他是哈士奇还是哈士猪？哪有饿得这么快呢？你以为你只做了半天？不然呢？修真无岁月，你伤才入定晨曦，整整做了
2天半。啥子？2天半？老子就眨了个眼的感觉，2天半就过去了。我操啥？这就是修仙呗，动不动就几天过去了。这要是闭关个几年，老子出去岂不是连孙子都有了？江大仙，这修炼也太消耗精气神了，火堆早就灭了，老子和狗肚子都要饿穿了，咋办噻？江林爽，你不是信誓旦旦讲你们仙人穿霞引路，绝对不是凡俗食物吗？为啥子是你用生火烤肉的手法这么熟练噻？这火候掌握的比成都大排档的烧烤师傅还精准哦！哼，本宫乃游虚境大能，对天地灵火的掌控早已入神化境，用来烤肉不过是大材小用。你若再敢多嘴，下一块肉本宫便加10倍太阴剧毒，毒哑你的嘴。魂力波动，这确实是9连清魂宫入门的魂力波动。短短6日，本宫当年初练这门神魂秘术，足足花了整整1个月才感应到魂力。他一个4灵窍的凡人，凭什么本宫当年还要快上数倍？按照这个悟性，或许根本用不了1年。本宫必须加快进度。江大仙，你离老子这么近嘎子噻？今儿肉烤好了没？这是啥子火焰哦？咋个越烧越冷呢？江金爽，你拿这玩意儿出来干啥子？此乃本宫独门太阴冰焰，接下来本宫便要用此火正式侵入你的识海，为你淬炼神魂。记住，太阴冰焰炼魂极度痛苦，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绝不要试图抵抗本宫的灵力，否则身死魂灭。江宁霜，你慢一点点噻，老子还没得心理准备嘞。痛死老子了！江宁霜，你个绿魔头，你是不是在公报私仇？是又如何？你还真敢承认噻！之前在山洞说本宫身有异味，后续又引本宫沐浴之寒潭水，更频频直挥本宫全名，口无遮拦。本宫身为冰宫之主，若不从你身上讨回几分利息，真当本宫是善男信女吗？不过，本宫虽公报私仇，但这太阴冰焰炼魂确实实打实的机缘，你能撑住不叫，算你小子有些骨气。记仇的女魔头，真惹不得噻！老子以后再追剑，老子就是狗！15日，仅仅15日，他竟然真突破到了9连清魂宫第1层。本宫当年可是耗费了整整1个月才达成啊！给老子开！魂力外放，凝虚为实，第2层，他竟然只用了1个半月就达到了第2层。江宁霜，看到没得？老子魂力外放了，老子是不是达到第2层了噻？不错，你比本宫预想的还要快上数倍。那意思是不是咱们终于可以从这个鬼地方出去了噻？能，收拾东西，准备动身。江大仙，咱们马上出去了，你给老子讲讲外面的修仙界到底是个啥样子噻？老子要是出去了，是不是找个偏僻小山沟猫起来最安全呢？愚蠢！修仙界乃是弱肉强食、血雨腥风之所在，你不争，机缘便全归他人；你不抢，刀剑便随时悬于你颈上。躲在老鼠洞里，也终会被强者一脚踩死。记住，踏上修行路便再无退路，要么与天地万物争，与天下天骄争，强调让天地万物与你争。老子晓得了，多谢江大仙指点。1月之后，东周终南山有5年1度的升仙大会，各大宗门皆会去往招收弟子。你若是想求仙问道，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本宫这便前往西北方向的另一座阵眼，稍后你在此守候，
何时看到西北天空连续升起3道本宫的冰霜剑气，你便立刻将体内第2层的魂力注入这中央阵眼之中，明白吗？明白。看到3道剑气就放魂力散，老子绝对不拉胯。江宁霜，你咋个又回来了噻？剑气还没升。江凌霜，老子把你当朋友，你他妈要卸磨杀驴，杀人灭口噻！抹除记忆。我操！江凌霜，你刚才对老子做了啥子名堂？你到底把老子哪一段记忆抹掉了噻？既然本宫已经将你的记忆抹除了，你怎么还会知道自己忘了什么？对哦，要是真给老子删干净了，老子咋个会晓得自己忘了啥子嘞？不对劲儿，这逻辑不对劲儿噻！老子到底忘没忘哦？那啥，江大仙，那寒潭水。老子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抹掉噻！你个女魔头又在插老子！本宫如今受洞天法则压制，境界不过凝气6层，尚无法做到精准抹除凡人特定片段的记忆，算你运气好。今日之记忆虽未抹除，但你若敢将洞天内发生的任何一事对外泄露半个字，本宫定跨越苍蓝，取你项上人头。放心，放心噻，老子这嘴巴跟铁封一样，保准烂在肚子里，连上标我都不吐半个字。本宫这便赶往西北传送阵，你在此守候，切记看到西北天空升起3道冰霜剑气，方可注入第2层魂力。因果已结，秘术已传，你以为本宫真会放你这极品婊子独自溜走吗？上标，死狗，快滚出来喽！女魔头走远喽！吓死笨狗了，以为今天非得被剥皮烤肉了。你个白眼狼，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走，跟老子找个地方歇会儿，等剑气信号。干啥子？乱石堆里有啥子宝贝噻？骨如温玉，肉身不腐，这生前绝对是名震一方的上古大能噻！后世有缘人，无奈上古玉真教长者遭逢浩劫，困陷于此。吾之一波波秘典《太上洗髓玉真经》便拓印于青簪之内。此经能逆天洗炼修士先天根骨，纵使下等仙苗，亦可蜕变改命。得无传承者，须立下天道誓言，来日修有所成、有能力之时，将此青玉发簪送回中州玉真教祖庭。若应允，传承自开。洗炼先天根骨的逆天功法，老子现在只有4灵窍，要是能洗炼根骨，岂不是也能变成顶级天才？天下没得白吃的午餐，送个发簪回中州而已，这买卖划得来噻。晚辈徐青云，今日得前辈大恩，在此立誓，若来日晚把剑踏上仙途有能力之士，必定亲自将青玉发簪送归中州玉真教。若违此事，天诛地灭。信号来喽，上标，咱们楼上。出修喽！老子终于从那个鬼地方出来了！无妨，1月后的升仙大会，本宫在终南山等你。听说了吗？咱们东周第1女魔头冰宫公主江凝霜，前阵子一剑平了北域恶蛟。那女魔头生得绝美，却嗜杀成性，极其冷酷。传闻凡是看过她真容的男人，都被她砍成了冰渣。啥子东周第1女魔头哦，传得跟个吃人怪物一样。明明就是个偷带艳艳、惨的要死，还死要面子的娇气吃货噻。
此人，本宫要。师尊，人家楚微微也是90翘，而且还是个娇滴滴的西楚公主，你为啥子非要偏偏选老子这个欠狗的凡人呢？你与本宫相熟，本宫看你更顺眼，不行吗？为师的事情，你少管。江宁霜，你这次跑去神仙大会，最初真的只是为了抹掉老子的记忆噻？自然，若非看你也是90翘，本宫何必多此一举收你入门？我就晓得，一个女魔头记仇的很噻。不过嘛，现在既然收了你为徒，且看你日后表现。若敢生出欺师灭祖的心思，为师随时清理门户也不迟。哪能嘞？老子绝对是修真界最尊师重道的好徒弟噻！保命要紧，在人家地盘千万不能嘴贱喽。江大仙，下面那个修仙仙宗门叫啥子名字噻？此乃虚昆山脉下方宗门，名唤靠山宗，乃是东周一处中等门派。靠山宗，龟龟，那他们宗门的招牌成名绝技，该不会叫铁山靠吧？你怎么知道？啥子？真叫这个？我操！这一届的宗门起名字怎么么硬核的嘛？老子随口乱扯都能撞上。龟龟，这就是冰宫吗？太屌爆了吧！此乃浮云山脉，我冰宫取7座主峰为基，按北斗7星命名，分别为天枢、天玄、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峰。其中天枢、开阳招收男弟子，千珏峰主攻炼丹炼气，天池峰乃是副公主居所，而中央这座玉衡峰，乃是历代公主之居所，也是7峰之首。那玉衡峰上，老子有啥子师兄师姐吗？没有，本宫100年来从未收徒。如今这玉衡峰上，除本宫外，便只有你与这条狗。啥子？意思是老子是你这100年来收的第一个独苗亲传弟子？正是。我操！我没看错吧？公主的非洲上居然有个男的！天哪，还有一条4脚怪狗！公主不是最厌恶男子靠近玉衡峰吗？这人是谁啊？听说了吗？圣仙大会那边传来消息，公主强行抢了一个90翘的男弟子回来，该不会就是他吧？江大仙，你这些门人弟子的眼神，感觉要把老子生吞活剥了噻！玉衡峰上空置洞府无数，你可随手选一座作为你的居所。3日之后，本宫会召集7峰长老与亲传，为你举行正式的受封拜师大典。老子就住这间，离你近，安全。此乃本宫亲传专属的黑丝冰袍与冰玉令，全宗上下唯你一人可穿黑袍。此令牌亦是一件储物法器，内部有100丈空间，滴血绑定后即可使用。龟龟，好宝贝，以后出门装调料装肉方便多了噻。师尊，多谢师尊赠报。不错，总算是会开口叫师尊了。拜见公主，这是公主吩咐的1月亮淬体药草，弟子已全部备齐。3日后受封大典，我等各封亲传弟子自当准时前来，为师叔受封观礼。啥子？师叔？你叫老子师叔？他没叫错。按本宫的辈分，除了本宫，全冰宫的人都得管你叫一声师叔。江宁霜，这是真的吗？老子刚进门连气都没练出来，辈分直接就拉顶格了。本宫早已说过，全冰宫上下无一人值得你跪拜，哪怕是其他6峰峰主见你，也需以同辈之礼相待。龟龟，这软饭吃的硬气啊！修为不够，辈分来凑，以后走在宗门里，岂不是看谁不爽都能摆长辈架子喽？师叔，3日后的受封地点已筹备妥当，弟子这便退下了。师侄辛苦了，回去代我向你师尊问好哈。
凡人食五谷杂粮数十载，体内积聚了大量后天污垢与杂质。你如今20有5才踏入仙途，错过了最佳开卖年龄。这第1月必须以猛药连续药浴30日，将你体内杂质彻底排出，方可完成完美淬体。就这样，看起黑漆漆的，跑起还挺舒服嘛。我还以为有多难熬嘞。是吗？希望1刻钟后你还能如此轻松。我操！江宁霜，你他妈在药里撒了辣椒面撒，痛死老子了！太阴冰焰炼魂你都熬过来了，区药浴淬湿若都撑不住，日后传出去，休怪本宫不认你这个徒弟。成何体统？鬼鬼，这平时高冷的跟冰雕一样的吕魔头，刚该不会是害羞了吧？这就是公主抢回来的那个徐氏叔吗？穿着黑丝冰袍，长得还挺俊朗英气的嘛。小声点，人家现在可是咱们的嫡系大师叔，惹怒了他，公主一剑把你劈了。拜见公主，公主千秋永固。平身，今日你正式拜入本宫门下，乃是我冰宫唯一亲传首徒。本宫今日便赠你拜师之礼。那是素水剑，半仙品别的极品飞剑啊！当年副公主苦苦求了公主整整10年，甚至拿出数件重宝来换，公主都未曾松口。如今竟然送给了一个刚入门的凡人做拜师礼！半神器做入门拜师礼，这也太宠了吧！徒儿携14尊赠剑。退下吧。你是谁？许清月。那我是谁？师尊。那我是谁？师尊。我操！你哪个？你根本就不是我师尊噻！居然能凭自己的魂力破了本尊的幻境，不愧是能被江凝霜抢回来的小家伙。不过你刚才一眼就把本尊看成你师尊，小子，你心里对你那位清冷绝熟的师尊，该不会存着什么非分之想吧？你胡说八道些啥子名堂噻？老子那是刚洗完澡，脑壳有点晕，乱喊的。你少给点凭空污人清白哈！饭可以乱吃，话绝对不能乱讲噻！只要是传到女魔头耳朵里，老子9条命都不够看嘞！你到底是哪个噻？大半夜跑来玉衡峰装神弄鬼的？本尊乃天泉峰峰主冰宫副公主苏清月，论辈分可是你师尊的师姐哦。来，小师弟叫声姐姐听听，或者叫声师叔也行啊。少来套近乎噻！宋男子喊我师叔，你是我师尊的师姐，那咱们就是平辈。想占老子便宜，门儿都得没得！我师尊说了，泉中上下除了他，老子谁都不用叫长辈，我就听我师尊的。一口一个我师尊，真是个熟识狂魔呀！好可爱的小怪狗，这毛发，这眼神，本尊太喜欢了。这女人是个疯子啊！哎，淑妇公主，放开那条狗噻，那是老子的灵宠。小师弟，你这就不懂了吧？本尊观此狗面相，恶身3火，尖嘴黑唇。根据上古异兽录记载，这种面相的怪狗此时最忙了，留在你身边恐有伤风化，不如让给本尊抚养如何？你才吃屎！你全家都吃屎！老子是纯种儿哈，本狗不发威，你当我是土狗啊？听到没得？狗都骂你噻！为了抢狗，你真是啥子瞎话都编得出啊！就因为是你苏清月，所以说话才这般谎话连篇，不知羞耻。师尊，你可算回来了！这女的刚才不仅占你便宜，还想抢老子的狗。江师妹，你可算舍得回风了，不就是一条小怪狗吗？
借本尊玩几天又如何？况且这小子是你从升仙大会抢回来的，连他都是你的，他的狗不也算你的吗？休得胡言，狗乃是本宫徒弟的私物，他若不同意，全冰宫上下谁也不能强拿半分。江师妹，你这几日去哪儿了？为何气息有些紊乱？寒冰玉，寒冰玉，寒冰雨，那可是本禁地，里面充斥着万年玄冰煞气，极度危险。你跑去哪里干什么？摔伤了没有？本宫观你已完成药浴洗髓，体质大增。此乃本宫从寒冰玉取来的完整版九连清魂功全卷，以及一部最适合九灵窍打基础的无上功法——太上冲虚道。你此前修炼的功法太弱，唯有此二法方能配得上你的天赋，拿去好生修炼。师尊大恩，徒儿铭记于心，徒儿一定刻苦修炼，绝不辜负师尊期望，以后也绝对不做任何欺师灭祖的事。小师弟，话可别说得太早太满哦，万一以后你真做出了什么欺世的越轨之事呢？苏清月，你若再口无遮拦，本宫不介意与你切磋几招。好啦好啦，不逗你们师徒俩了。不过江四妹，你之前向本尊借天机镜，到底是要查什么？为本宫这徒儿再仔细照一照根骨。万年不化的玄冰，难道真的会有融化开花的那一天吗？过来。师尊，干啥子噻？为师一直怀疑，你除了九灵窍之外，体内可能还觉醒了某种连为师此前都没能看透的特殊体质。这是七彩剑影，万剑回一，天生剑道，玄道剑体。啥子体？玄道剑体。江大仙啊，不，师尊，听你这声音，这玩意儿很厉害吗？何止是厉害，凡人若有灵窍，便能寻仙问雕。可这玄道剑体，乃是天地法则孕育而生的至尊剑体，天生劲道，天生是剑，百剑不侵，万法通融。在苍蓝大陆上古典籍中，上一次出现玄道剑体，还是在数千年前的荒古时代。鬼鬼，数千年才出老子这一个啊！我就讲嘛，老子怎么可能只是区4个灵窍的平庸货色噻？还是师尊有眼光，在升仙大会上眼疾手快，提前把老子抢回来了。收起你那浮躁的心思，天赋只是基石，并非实力。在这血雨腥风的修真界，古往今来不知有多绝世体质的天骄，因自大傲慢而在半道中夭折。死掉的天才，与路边的烂泥毫无差别。晓得了，晓得了，师尊教训的对噻，谦虚，老子以后一定低调行事，绝对不装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挨揍噻。适才赐你的素水剑，虽是半仙器，但此剑乃是本宫年轻时所用，属性偏向极寒阴柔。你既然身负玄道剑体，此剑暂且给你防身过渡尚可，但未来若要铸就无上剑道，你仍需去寻找真正独属于你的本命神剑。没问题，师尊，你说咋个办就咋个办噻。那啥，今儿天色也不早了，要不咱们明天清晨再正式开始修炼这啥子太上冲虚道？不行，就现在。啥子？现在？师尊，你刚才不是还讲明天吗？大半夜的。此前以为你只是寻常资质，多耽搁1日半日倒也无妨。可如今知晓你是玄道剑体，这等天赐体质，多荒废哪怕1个时辰，都叫暴殄天物。随本宫进大殿盘膝坐下。今日本宫便正式传你修真界第一要诀——太上冲虚道，乃是本门最顶级的基础功法，最是讲究中正平和，基石牢固。师尊请教，徒儿洗耳恭听噻。凡人要想踏入真正的仙途，必须完成从凡躯到灵躯的蜕变。先前的药浴淬体，只是洗净了你体内的后天污秽，而接下来的凝气境，才是真正的开端。啥子叫凝气噻？引天地间游离的灵气入体，炼化为顺从你操控的精纯灵力，存入肚脐下3寸的气府之中。所谓9缕灵气化为1圈灵环，此乃凝气1层。凝聚9圈灵环，一共81缕月精纯灵气，便达到了古往今来修真界公认的凝气9层巅峰。哦，老子懂了，19得9 99 81，也就是练满81缕灵气，就算是灵气过满大圆满呗。那9层之后是不是就是运脉境了噻？
不错，按常理而言，莫说凝气9层，寻常资质的弟子要想凝聚第一缕灵气进入气府，踏入凝气1层，少说也要苦学数月甚至半载。不过你此前修习了9连清魂功，神魂强大远超同阶，再加上玄道剑体，今日且看你能否在3日内感应到天地灵气吧。半炷香，不到半炷香时间。本宫当年被称为东周第一天才，第一次感应灵气也花了整整3日。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师尊，老子体内凝聚出一圈金光光了，这是不是就是你讲的凝气1层噻？2个时辰，灵气1层，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师尊，你咋过了啥子呆哦？2个时辰练成第1层，算快还是算慢噻？还算勉强过得去吧。不过是借助了神魂强大与至尊剑体的底子罢了，切不可骄傲自满。2个时辰跨入凝气1层，本宫当年用了整整1个月。他一个25岁才开始修炼的凡人，居然只用了2个时辰。难道除了九灵窍和玄道剑体之外，他身上还有本宫连天机镜都测不出的惊天大秘密？既然已踏入凝气1层，日后便需更加刻苦。本宫预估，若你日夜不歇苦修，大约需2个月时间，方可尝试冲击凝气9层巅峰。这期间，对了，师尊，昨儿个苏福公主用桃花幻境试探老子的时候，问我幻境里看到了啥子，老子还没来得及跟你讲嘞。你在幻境里看到了什么？老子在幻境里看到，这史上标正骑在一个大石狮子上疯狂狂吠，老子啥事都没得，清醒得很噻。算你识相，出去修炼吧。师尊，老子这就要踏入凝气1层了噻。不错，气府内凝聚一圈9羽精纯灵气，确是凝气1层无疑。那啥，2个时辰就踏入凝气1层，在你们修真界算快还是算慢噻？还行，不过是占了神魂强大与至尊剑体的便宜罢了，算不得什么石破天惊。可只是还行，2个时辰凝气1层，本宫当年苦修了整整1个月，这小子简直就是个脱离常理的怪胎。原来只是还行啊，老子还以为自己天下第一了噻。不信，老子得再刻苦一点，绝对不能让这女魔头看扁了。徐青云，修仙一途，切忌急功近利。修炼快速然是好事，但前期最重要的是将根基打得坚如磐石。若根基虚浮，日后冲击中3境灵宫时，必被心魔劫轰得灰飞烟灭。谨遵师尊教诲，老子一定一步一个脚印，把根基夯得比金刚石还硬。以你如今的修行速度，本宫预计，若你闭关日夜不歇的苦修，大约需2个尝试冲击灵气9层巅峰。这期间不可松懈，但亦不可拔苗助长。突然明白了，这就快去闭关。一缕灵气，9981，凝气9重大圆满了噻！才用了1个月，老子简直是个天才！老子现在已经是9灵窍外加至尊玄道剑体了，按理讲资质已经顶顶了噻。这太上洗髓玉真经是专门用来洗炼改善根骨的，老子还有必要修炼吗？不行，天下没得白拿的机缘。老子既然拿了前辈的法簪，立了誓言要怂恿回玉真教，就绝对不能食言。况且这青玉法簪后面还要靠这部功法才能解开更高层的机缘，技多不压身，练必须练。我操！第82律啥子情况哦？功法上明明写到9981律就是灵气大圆满极限了噻，老子是不是把功法给练岔气了？完了！小姐上81律律去就是顶客，老子体内跑出来82律，这要是走火入魔爆体而亡，老子岂不是成了修真界最大的笑话？要爆了！老子要被82律
缕灵气城爆了噻！管他娘的，反正身体没得出毛病，老子倒要看看，老子这祈福到底能装多少缕！上标，你个死狗轻一点噻，哈喇子全弄老子脸上了。2个月没见，你他妈又肥了一圈，在冰宫天天吃好的，对不对？2个月到期了，就招来女魔头问清楚，老子这身体到底出了啥子惊天大变化？2月之期已到，看你周身灵压稳度充沛，看来你已经如本宫所预料的那般，顺利踏入凝气9层巅峰的大圆满了吧？师尊，情况跟你预料的好像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噻。不一样？难道你并未达到凝气9层？倒是到过凝气9层，但弟子现在肯定不是凝气9层噻。说话吞吞吐吐，成何体统？什么叫到过却不是？你现在到底凝聚了多少缕灵气？是81缕没凑齐，还是根基出了差池？师尊，你之前讲过，9月灵气算1层，9981缕算9层大圆满极限，对不对噻？自然，此乃古往今来天地法则之铁律。如果按9缕灵气算1层的规则来看，弟子现在应该不算凝气9层，因为弟子祈福里现在真正凝聚了108缕灵气。9乘12等于108。师尊，弟子现在这境界应该叫凝气12层噻。灵气12层，你可知你在说些什么混账话？师尊，老子真没骗你噻，9乘以12刚好等于108。祈福里真有整整108缕灵气嘞！你要是不信，你自己用神识检查一下嘛。咋个样嘛，师尊？老子没乱说噻，真是108缕吧？你在1个月前踏入凝气9层时，便已凝聚出第82缕灵气。当时出现这等离经叛道的异常，你为何不第一时间来找本宫汇报，反而还胆大包天，继续疯狂强行修炼？哎呀，师尊，老子当时以为只是巩固根基，顺带多出来的，想看看老子祈福极限到底在哪儿嘛。再说了，老子当时不是怕跑来找你，你讲老子把功法练废了没？还是说，直到现在，你心底对本宫仍怀有戒心，不信任本宫会保你护你？绝对没得，师尊，老子拿命担保，我是真心实意信你的噻。哼，谅你也不敢欺骗本宫。本宫只是怕你这怪队修炼出了岔子，爆体而亡，传出去让人说本宫克徒，影响我冰宫日后招收弟子罢了。嘿嘿，徒儿谨记师尊教诲。坐过来，来到本宫跟前2尺处盘膝坐下，本宫再为你仔细检查一遍周身奇经八脉。好香啊噻！你在说什么？好香？花，老子是讲述着你在院子里冰池里的冰莲花香得很噻，绝对没得别的意思。哼，闭嘴！运转太上冲虚道，吸收天地灵气入体。本宫要亲自追踪你灵气运行的每一个轨迹。玄机、紫庭、神阙、玉枕、关元、终极、劳宫、永坟、堂中。按理说，数到第9处堂中时，极品仙苗的所有灵窍便已全部数完。天土，第10个；百龟，第11个；气海，第12个。师尊，咋个了？老子体内出啥子重大毛病了没？为什么他在洞天修炼9连清魂功能碾压本宫？引气入体只需半炷香，还能练出108缕灵气。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天地万物9乃数之极，常人身上至多拥有9个灵窍，这便是世人梦寐以求的极品仙苗。在此之前，本宫与全天下所有人一样，一直以为你也是9灵窍。老子到底是个啥子噻？你不是9灵窍，你有12个灵窍。
啥子嘞？12灵窍？师尊，你没跟弟子开玩笑吧？连我自己都晓不得我有12个灵窍啊！为师何至于用此事骗你？刚才观你体内的灵气运转，108缕先天灵气生生不息，分流于12处深邃如渊的窍穴之中。若非亲眼所见，本宫也难以置信。那师尊，这12灵窍到底算好事还是坏事嘛？会不会对我身体啥子坏的影响哦？应当没有。按理来说，灵窍只与修士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有关。天地灵气入体，灵窍越多，转化便越快。难怪当初你修炼9连清魂功和太上冲虚道都如此迅速，甚至远超为师当年。这古往今来未曾设想的12灵窍，至少目前来看，百利而无一害。嘿嘿嘿，那就好，那就好。没想到当初在血域洞天里头跟师尊吹牛逼，说我自己有9个灵窍，结果现在居然还超我完成任务，多跑出来3个，这波确实赚翻了。收起你的自得，天赋再高，若是半途夭折，也是白搭。你这12灵窍，在整个修真界简直是匪夷所思，可以说是颠覆了古今修行的铁律。等会儿，师尊，我还是想不通嘞。既然我是12灵窍，那为啥子当初在神仙大会测天赋的时候，那个测符师只亮了9道灵光呢？难道是测符师质量不过关，是个次品吃货？并非测符石有假，而是因为那测符石上总共就只有9道刻痕与灵光。古往今来，测验天赋之人，有1灵窍便亮1颗灵光，9灵窍便已是古籍所在的天道极限。测符石只能测出9道灵光，是因为它最多只能亮9道。9是设备的上限，不是你徐青云的上限。听听，我操！听听这叫啥子话？不是我只有9个，是那破石头只能测99个，这不就跟当年老子考100分是因为一个卷子只有100分一样吗？这波逼脏的，我自己都想给自己打99分，剩下1分怕我自己骄傲。原来是这样子啊！看来不是我太菜，是那个测符师根本不够我用嘛！严肃点，你以为这是光彩之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此事若泄露出去，东周那些隐藏千年的老怪魔道枭雄，甚至其他顶级大宗，定会将你视作异端或夺舍的最佳肉身。这件事情，除了为师，你绝不能让第3个人知晓，包括你那苏清月师姐。听明白了吗？师尊放心，我晓得清楚，这可是咱们师徒2人的机密，我保证按在肚子里，连商标我都不会吐半个字。你知道厉害就好。我操！要命了，要命了！这谁顶得住啊？清冷师尊的1米暴击，这白花花的长腿简直是致命杀招，老子的鼻血快要喷出来了！你怎么了？气息如此紊乱，面色发红，可是体内的12灵窍出了变故。没啥子，师尊你多虑了，我就是好多天没正经吃过饭了，突然之间饿惨了，对，突然饿了。原来如此，你虽然已经达至灵气12层圆满，但毕就开始修行不过2-3个月，尚未褪去凡俗之人的口腹之欲与饮食习性，倒也算正常。服下这枚辟谷丹，可保你百日不饥。嘿嘿嘿，谢师尊赐丹，弟子嚼了这辟谷丹，感觉好多了，一点儿都不饿了。我个锤子我那是色胆包天，被美色冲昏了头。不行，徐青云你清醒点儿，这可是你师尊东周第1女魔头，要是让他晓得你刚才脑壳里想的那些花花肠子，非把你2条腿打断拉起来喂狗不可。既然恶意已消，那便在原地盘膝运转功法，将你这12灵窍与108缕先天灵气彻底夯实，巩固根基。明日一早，为师再为你安排下一步修行。如今你灵气12层已经圆满，根基扎实无比，接下来便到了冲击下一个境界运脉境的时候了。运脉境，师尊，那这运脉境到底是个啥子概念呢？是不是只要把体内灵气灌满就行了？非也，运脉境本质是用凝气期积攒的灵气，打通体内隐匿的气府与周身气脉，将散乱的灵气汇聚成周天循环，最终归于气府，凝灵成海。到了运脉境，体内灵气暴涨数10倍，修士便可御风而行，控物伤人。这也是修行的下3境最后一境。原来是这样，那师尊，我要啷个才能突破到运脉境呢？等会儿离开玉衡峰，你便亲自去一趟天机峰，找李之阳长老取一颗极品开脉丹。若无开脉丹束住，强行打通气脉，极易导致经脉爆裂。而有了极品开脉丹，方能完美开脉，不留瑕疵。师尊，反正今天都说到这儿了，你干脆把后面的境界都跟弟子讲清楚嘛，免得弟子一直以后跟我憨憨一样，啥子都不懂去问别人，给你丢脸。也罢，玉脉圆满之后，便是修行的第1道鸿沟，突破灵宫境。灵宫境需要修士在气府内用灵气铸造灵宫，灵宫铸造层数越高，将来成就越大。古往今来，灵宫最高者为9层，谓之完美灵宫。
但你小子既是12灵窍，将来的灵功能筑几层，为师也未可知。灵功筑好了就算成功了吗？铸造灵功之后，心魔劫会紧随而至。心魔劫直指修士内心最深处的欲望与执念，考验极度残酷，度过了方为灵功修士，可在一小宗门内称孤道寡；度不过，灵功攻塌，功废人亡。师尊，听你这意思，突破灵功还要渡心魔劫啊？那你当年突破灵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心魔劫来？修士皆有心魔，为师自然也不例外。哇塞，师尊你也有心魔啊？那你的心魔到底是啥子呢？是不是啥子好玩的事？你的问题太多了。当我没问，师尊您继续讲后面的上3境。中3境之后是洞玄与神台，洞玄者入玄之命，提升神识洞察；神台者开化灵台，淬炼神魂。而真正划分天地鸿沟的是上3境，游虚、斩道、仙人。踏入上3境，神魂不灭，肉身不死，可凝聚法天象地，魂游太虚，万里之地一息即至。渡19破地劫入游虚，渡39小天劫劫入斩道，渡63大天劫成就仙人躯，最终渡99归真无量劫，飞升天外。这些细节，你日后可凭身份令牌去门内的凝冰阁翻阅典籍。现在收拾收拾，去天机峰找李猪阳拿极品开买单吧。弟子这就去天机峰取单。那个师尊，还有何事？天机峰到底该跑哪条分飞过去呢？那个啥，我入门3个月，天天都在这儿闭关，好像还完全没学过啷个御剑飞行。师尊，弟子一直想问，你当初随便甩给我的这柄素水剑，到底是个啥子品级哦？我拿它耍灵虚剑鬼，感觉顺手得很嘞。不过是柄半仙品罢了。啥子呢？半仙品？这还叫不过时啊！我操！半仙品法宝放在凡间或者小宗门，怕是能打得头破血流，灭宗绝户哦。在我这清冷师尊嘴里，居然说的跟大白菜一样轻松。富婆，不对，大佬的腿就是粗啊！师尊，这半仙品都这么牛逼了，那你天天拔出来威胁我、砍我的那把本命飞剑，又是个啥子来头呢？琉璃冰魄剑，乃是先天仙兵。先天仙兵？我那个天天抛刀摔碗嘞！师尊，弟子突然感觉我自己能活到现在，简直就是个奇迹啊！每次你拔剑说要砍我，我都以为你是吓唬我，没想到你是真拿原子弹在瞄准我这个梦醒啊！法宝层级分为普通法宝、半仙品、仙品，以及夺天地造化而生的先天仙兵。半仙品上有修士打造之痕，而先天仙兵整个东周明面上也仅有2件，一件是本宫的冰魄剑，另一件则是洛尘宗的洛尘镜。师尊啊，古人说得好，弟子的东西就是师尊的东西。那反过来想，师尊的东西以后不迟早也是弟子的嘛？这冰魄剑这么厉害，师尊你啥子时候顺手传承给我呢？想得美！本宫与你年纪相差不过100载，在修行界尚算年轻。你想等本宫做换继承遗产，这辈子是无望了。况且冰魄剑至阴至寒，即使是为师这般契合的体质，修炼至游虚后期，都未能将其真正祭炼成本命飞剑。你就更别想了。等会儿，体质契合，师尊，你到底是啥子体质哦？你上次好像没细讲过嘞。本宫乃是太阴神体，先天至阴至寒，若生在寻常凡人身上，极易阴气迟迈，短寿早夭。但本宫恰好拥有9灵窍，又拜入冰宫修炼了素女冰心诀，方才将这绝命体质化为绝顶资质。冰魄剑受太阴神光淬炼，正与本宫体质高度契合。难怪哦。难怪师尊你身上随时都自带空调效果，香香凉凉的。不过师尊，你既然是太阴晕神体，那你在夏天岂不是爽翻了？你是不是天生就怕热哦？当我没问，师尊你老人家天下无敌，冻死人不偿命。上3境包含法相游虚、斩道渡劫，最终方可叩问仙人飞升之大道。你天资虽高，但仙路漫长且杀机四伏，切不可狂妄自大。速去天极峰取丹，莫要耽搁了修行。弟子明白，弟子这就去天极峰找李长老拿极品开买单。我的个老天爷啊！来的时候是坐师尊的莲花飞舟，没觉得有啥子。这玉衡峰到底有多高啊？走下山怕是要把老子的腿给走废哦！不跑了，不跑了！等老子取完丹药回来，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闭关，是先学御剑飞行，不然老子迟早要死在这出山的路上。天天走在山路，老子的2条腿都要走成冰棍了。等回了玉衡峰，
第一件事绝对是死皮赖脸找师尊教我御剑飞行，不然迟早被这山路折腾死。我靠！啥子东西摔下来了？这么大一口金碗锅！天极峰亲传弟子吕合金见过徐小师叔。我操，这金光闪闪的大碗弓，啷个看起这么隐秘呢？除了颜色不一样，体积大点儿，这特妈不就是丧彪在玉衡峰天天用来吃狗粮的铁盆盆吗？拿狗盆当御空法器，这师之审美有点奇葩呀。这位师子，你认得我啊？还有，你刚才自报家门叫啥子来着？吕火金。回师叔的话，3月前拜师大典，师侄也在台下观礼，自然认得。况且全宗上下能穿黑袍挂冰玉牌的，就只有小师叔您一位，绝对错不了。至于名字，没错，正是吕合金，金子的金。你老爹真是个天才，给你取这么个硬核的名字。行吧，吕慧金师子，你这风风火火的从天而降，是准备嘎子嘞？师侄刚炼制完法器，准备回峰，远远看到有人在徒步爬山，凑近一看，没想到是小师叔。师叔这是要去天极峰找我师尊李珠阳长老吧？这山路陡峭，照您这速度，走到天黑也到不了天极峰顶。来，快上师侄的金丸法器，师侄带您飞上去。行，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老子今天就做一回这黄金大碗弓。走起！小师叔，您去天极峰找我师尊是为了取开麦丹吧？我记得您拜师大礼的时候才刚淬体完，现在莫非已经凝气9层圆满了？啥子凝气9层？老子本师叔可不是一般人，早就凝气12层大圆满了，就等着开麦丹破镜如云脉了。啥？12层？3个月？从凡人到凝气圆满只用了3个月？想当年师侄我可是被称为天极峰修炼天才，足足用了2年才凝气9层啊！小师叔您这速度简直是怪物啊！嘿嘿，一般般啦，也就比你们稍微快了那么一丢丢。基操，皆是基操，56。参见徐小师叔，见过小师祖。我操，这就是当东周第一女魔头亲传弟子的爽感吗？一群比我年纪还大的帅哥靓女对着我喊师叔送祖，这辈分压制简直太爽了！师尊，别练啦，弟子带药酒无人来求见啦！吕合金，你这招管不管用啊？你师尊怕是在里面睡着了吧？师尊，快出来啊！逆徒叫魂呐！有屁快放！若不要饶了老夫练上古丹方，看老夫不把你这魔丸塞进炼丹炉里给炼了！我操！这老头子脾气好火爆，动不动就要把徒弟塞炉子里炼成魔丸，这也太吓人了。幸好老子拜的是清冷师尊，要是拜了这老头儿，怕是第2天就被拿去当药引子了。师尊，真有要事？不是我要找您，是玉衡峰的徐小师叔来找您拿极品开麦丹啦！哎呀呀，原来是徐首徒光临天极峰，老夫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快请进，上顶楼喝茶。逆徒，没看到你小师叔到了吗？还不快滚去泡天极峰最好的雪顶云雾茶，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真是个魔丸。这变脸速度比我们四川的川剧变脸还熟练啊！前一秒还要练魔丸，后一秒就成了贴心老爷爷，这就是兵工首徒的特权吗？爱了爱了！徐首徒，哦不，若不嫌弃，老夫便占个便宜，称你一声徐师弟吧。师弟请用茶，不知师弟今日登门，所谓何事啊？李长老客气了，称呼师弟挺好。其实此次今天来，是遵师尊江宁双之命，来找李长老去极品开麦丹，准备冲击玉牌境内。啥？极品开麦丹？你已经凝气圆满了？对啊，凝气12层圆满，根基已经哈实了，就等开麦丹破境了。哎呀，坏了坏了，老夫糊涂啊！3月前拜师大典之后，公主确实特意叮嘱过老夫，说你天资绝顶，要老夫提前为你准备一枚最顶级的极品开麦丹。可老夫这几个月沉迷于钻研那张上古残破丹方，废寝忘食，把这茬给忘得死死的了。啥子忘了？李长老，咱们兵工这么大的宗门，单个库房里难道就没得现成的开麦丹吗？普通开麦丹库房里堆积如山，可师弟你是天道罕见的极品仙苗啊！普通开麦丹杂质多，药力粗糙，若用了会损伤你那完美的灵窍。极品开麦丹需用特殊手法炼制，能助你做到完美开麦，不留一丝瑕疵。原本老夫以为你至少需要1年半载才能凝气圆满，谁能想到你3个月就搞定了啊！算了，那现在重新炼制一枚极品开麦丹需要多久时间呢？以老夫的丹道造诣，炼制一枚极品开麦丹不过2个时辰的事，但
眼下有个极其棘手的问题，炼制极品开麦丹需要一味极为珍贵的核心主药，1000年以上年份的龙涎草。天机峰药体里虽然种有龙涎草，但年份最长的也才300年，药力远远不够。若无1000年龙涎草，这极品开麦丹根本炼不成。那啷个办呢？去宗门外面的商会买不行吗？霍金，咱们天机丹阁就你整天无所事事，跑去7阁炼什么黄金大碗？这任务交给你了，你立刻下山去天宝商会，2日之内务必买一株1000年以上的龙涎草回来。若耽误了你小师叔突破，等公主拿着冰魄剑找上门来，老夫第一个把你塞进炼丹炉里炼了。知道了，师尊，弟子这就下山。师尊，不用下山，天宝商会来回跑太折腾了，而且不一定有存货。不上山去哪儿弄？难道你小子能凭空变出来不成？师尊，小师叔，冰宫内部就有人藏着这东西，而且还是比1000年更离谱的好宝贝。这地方巴适得板，外面冷得像个大冰柜，里头居然还搞了个恒温温室。看来冰宫这帮老头子为了种药，花费不少心思嘛。小师叔有所不知，浮云山脉极寒，寻常灵药根本活不下去，宗门只能用大阵维持4季环境。不过我们要找的宝贝可不在这些药田里，不在药田里，那我们跑这儿来抓鬼啊？你刚才不是说有人藏着1000年以上的龙涎草吗？药田里没有，但那破木屋里的人手里有。吴兄，吴兄，太阳都晒屁股了，快开门，兄弟给你送贵人来啦。吕七姐，你大早上的嚷嚷啥？今晚我这儿可没准备酒局啊，少来蹭酒喝。怪在，这人看起像个40岁的大叔，但看骨龄明明连30岁都不到，而且一身修为，参观药园的外门弟子居然混得这么惨。吴兄，酒局下次再说，今天带你见个大人物，这位是我的小师叔。他是你师叔？吕合金，你没开玩笑吧？他看起比你还年轻，说的是你儿子我都信。老吴，你嘴巴放干净点，看清楚他腰上挂的是啥子？他可是咱们公主唯一的亲传弟子。原来是玉衡峰徐守图，外门药园管吴长亭见过小师叔，刚才吴某言语无端，请师叔责罚。算了算了，不知者不罪嘛。你这个脾气倒是挺合老子胃口。走进屋说话，别在门外晒太阳了。吴管事，略给说说你手头上有1000年以上年味的龙涎草，老子急着用它炼极品开麦丹，你开个价吧。师叔，1000年的龙涎草在天宝商会虽然算得上珍贵，但只要灵石足够，2、3天内绝对能买到。哦，但吴某手里这一支可不是几百年，是2000年年份。小师叔，2000年的龙涎草可非同小可，突破运脉境时，只需取其一片叶子入药，极品开麦丹的药力就能翻倍。而剩下的主珠，到了未来突破斩道境时，更是炼制破荒丹不可替代的至宝啊！2000年年份的宝贝，你一个宁气3层的外门弟子，拿在手里就不怕惹来杀身之祸？说说吧，你出这宝贝，想要老子帮啥子忙？师叔英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吴某懂。这株药草放在吴某手里确实是催命符，吴某想用这株2000年龙涎草换师叔2个忙。哪2个忙嘛？要是太伤天害理或者太懒，老子宁愿下山去买1000年的。第一，炼丹成功后分给吴某1枚极品开麦丹。第二，请徐守图以公主守图的身份为吴某写一封推荐信，举荐吴某进入内门。就这2件事，进内门对老子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不过老子看你骨龄快30了，灵窍好像只有2个，你这天赋进内门，怕是要被那些眼高于顶的内门学子欺负死哦。是啊，吴兄，内门弟子全是一群傲气冲天的家伙，你只有2灵窍，进去后少不了挨白眼和针对，还不如在外门当管事自在呢。内门的风险，吴某比谁都清楚，但吴某有不得不进去的理由。只要能进内门，刀山火海，吴某也认了，还请师叔成全。行，有骨气，成交。信老子今天就给你写，极品开麦丹炼好了也少不了你的。这株2000年龙涎草，老子收了。多谢师叔成全，大恩大德，吴某永生难忘。今天这趟外门跑得值，不仅弄到了2000年份的龙涎草，还顺带拉了个有故事的老哥一把，舒服。成了，老夫成了！不枉老夫这几个月抓心挠肝，这上古丹方，老夫终于把它练出来了！吕慧姐，你师尊这个小声，啷个听起像要吃人一样？他研究的那个上古丹方，到底是个啥子东西哦？不知道啊，师尊研究了好几个月，
防我们像防贼一样。不过看这样子，今天这炉上古神丹好像还真让他给捣鼓出来了。内门的风险，吴某比谁都清楚，但吴某有不得不进去的理由。只要能进内门，刀山火海，吴某也认了。还请师叔成全。行，有骨气。成交，信老子今天就给你写，极品开麦丹炼好了也少不了你的。这株2000年龙涎草，老子收了。多谢师叔成全，大恩大德，吴某永生难忘。今天这趟外门跑得值，不仅弄到了2000年份的龙涎草，还顺带拉了个有故事的老哥一把，舒服。成了，老夫成了！不枉老夫这几个月抓心挠肝，这上古丹方，老夫终于把它练出来了。吕慧姐，你师尊这个笑声，让我听起像要吃人一样。他研究的那个上古丹方，到底是个啥子东西哦？不知道啊，师尊研究了好几个月，防我们像防贼一样。不过看这样子，今天这炉上古神丹好像还真让他给捣鼓出来了。这李长老做事还挺讲究的，2枚极品开麦丹还晓得分2个瓶子装，那是要得。小叔，您这灵虫长得真是呆萌可爱，不如让师侄找个标致的女灵宠凑一对，到时候下了小灵宠拿去卖给门内女修，绝对能赚翻啊！哼，啥子卖不卖嘞？上不要跟老子在血雨通天里过命，他是老子的生死兄弟。你想让老子的兄弟去卖身拿钱搞产业，门儿都进去，你的今晚公会天际峰去。得嘞，师侄这就走。小师叔有空常来天际峰玩啊。开麦丹拿到了，拿到了便速来本宫洞府，今晚为你护道，开麦运气。得令，这就来。盘膝坐下，把开麦丹服下，运转太上冲虚道运脉篇的心法，用你体内那108缕先天灵气冲击周身灵窍。开麦过程会伴随剧痛，专心致志。为师在一旁为你护道。好嘞，师尊。奇怪，李老头不是说1枚极品开麦丹分1个瓶棒吗？啷个这瓶瓶里头还有1颗嘞？算了算了，管他嘞。估计是李老头手艺好，一路练出几颗，老子先吃了再说。哼。我操，这啥子情况？好热，好烧啊！太阴冰焰灼烧神魂的剧痛，你都咬牙挺过来了。如今不过是开麦的微小痛处，怎会如此慌乱？静心凝神。是不是痛啊？老子一点都不痛，是热，太热了！老子感觉肚子里装了个大火炉子，快要炸开了。放松身心，不要抵抗。为师用太阴寒气为你压制药力。徐青云，你在看什么？静心凝神，想前功尽弃吗？师尊，你好香啊！你说什么？我说，师尊的味道好香啊，好想尝一口。本宫是怎么了？为何刚才没有一掌杀了这个逆徒？防备太低，还是本宫疯了？5年前潜在上古雪域洞天，本宫误中蛟龙引毒时，
也是这般通体炽热，理智全失。这不是开脉丹，这是双修银药。李子阳，你敢拿这等下流丹药给本宫的地夫爷？奇了怪了，老夫刚刚炼制出来的上古神丹呢，老夫明明记得放在桌上的啊。师尊，我们出来的时候就放在您桌上的青瓷瓶里了，旁边不还放着给徐小师叔炼制的极品开脉丹吗？青瓷瓶，老夫给徐守准备的极品开脉丹也是青瓷瓶，你们把那丹药和开脉丹装一模一样的瓶子里了？对啊，师尊，刚才徐小脚来取丹，顺手这2桌上的青瓷瓶全都拿走了。师尊，拿错端药而已，拿回来不就好了？拿回来个屁呀！你们知道老夫刚刚炼出来的是啥子上古丹方吗？那是6品双修合欢丹啊，专门给修士男女动情用的猛药啊！6品合欢丹，小师叔把合欢丹当开脉丹吃了。玉衡峰上可就只有公主和小师叔2个人啊！完了，小师叔要是凭借不小心冒犯了公主，最危险的不是公主，是最危险的是老夫。要是徐守图死在玉衡峰，公主提着剑下来，老夫这千百年的修为就全毁了。给老夫等着，老夫这就去救人啊！连结界和极寒意境都给激发出来了，完了，彻底完了！徐师弟定是服了合欢丹，失控冒犯了公主，已经被公主一剑给斩了呀！老夫命休矣！公主，老夫罪该万死，是手下弟子糊涂，误将6品合欢丹当成极品开脉丹给徐守图带走了，老夫特来请罪，还请公主留老夫一条残命啊！公主，老夫知错，老夫愿任凭公主处置。李长老这是做什么？不过是拿错了1瓶丹药罢了，何至于行此大礼？公主，徐守图拿错的可是双修用的合欢丹啊！您难道没有？合欢丹又如何？本宫乃游虚后期修为，那丹药一入口，本宫便已察觉药性效益，早已运功将其当场震碎毁去。难不成李长老以为一名区6品丹药也能在本宫眼皮子底下掀起风浪？原来如此，公主法力无边，是老夫庸人自忧了，没造成大祸就好，没造成大祸就好啊！既然知晓无事，李长老便退下吧，莫要打扰本宫与弟子静修。老夫遵命，老夫这就告退。若真惩处了滋养，便等于坐实了那逆徒昨夜冒犯本宫之事。此事传扬出去，冰宫清誉何在？本宫威严何在？毁去丹药，方是唯一之法。哦，老子的脑壳怎么这么痛？跟昨晚上被野牛踩了一脚一样。我操！老子昨晚上干了啥子？老子居然去调戏东周第一女魔头了，还差点亲上去了！老子现在居然还完整的活着，没被碎尸万段，这他妈简直是个奇迹啊！弟子是啷个了呢？我不是在冲击运脉经吗？啷个一睁眼就躺这儿了？昨晚上发生啥子事了？醒了，昨夜天机峰李长老来过了，是他拿错了丹药。你昨夜服下的并非极品开脉丹。啥子？拿错药了？怪说不得老子浑身发热。那2瓶药呢？那药有毒害，为师已经出手将其彻底毁了。昨夜之事，你全当没发生过便可。好嘞，既然师子这么说，那赌子就当昨晚做了一场噩梦，啥子都不记得了。这是搜出来的真正极品开脉丹。昨夜你服下的6品合欢丹灵气过于庞大，为师已将其庞大药力暂时封印在你的气府深处，待你开脉成功后，便可慢慢炼化这股药力。服下此丹，重新开脉。师尊，那等会儿弟子开脉的时候，体内的封印会不会松动啊？要是松动了，弟子会不会又像昨晚那样失控，对师尊？闭嘴！你刚才不是说昨夜的事你啥都不记得了吗？口误，绝对是口误。弟子刚才说梦话的，弟子啥都不记得，啥都没发生。有为师的封印在，绝不会出差错。祸兮福所倚，那6品合欢丹虽是银药，但蕴含的乃是实打实的6品灵力。你若能借开脉之势将其彻底炼化，对你而言将是一场天大的造化，还不速速吞服？为师为你护道。
运脉中期！我操！老子居然直接跨过了运脉初期，一口气飙到了运脉中期！你机缘巧合炼化了6品丹药的庞大灵力，连突破2级倒也在情理之中。但切记不可浮躁。这几日你便在玉衡峰熟练太上冲虚道中的御剑术与基础神通，将根基巩固好。为师有些乏了，你自行修炼吧。嘿嘿，这波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不仅白嫖了一股6品灵力，突破到运脉中期。师尊看我的眼神好像也没那么凶嘛。不过话说回来，老子答应吴长青的那颗极品开脉丹，好像还在师尊衣袖里装作没要回来呀。如今到了运脉中期，体内灵气充沛，像长江黄河，也是时候试试这传说中的御剑飞行了。进，飞起来了！老子终于会飞了！哈哈哈哈哈！这才叫真正的修仙嘛！唉，奇怪了，第一层移花式老子半天就练成了，这第2层到底要啷个搞呢？小简上写的这些心法神乎其幻的，老子硬是看不懂啊！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呸，是终身为师。遇到难题找师尊，天经地义嘛。走，找师尊手把手教我第2层去。师尊，忙着嘞。弟子在修炼灵虚御剑真诀的时候，遇到了一点点小小的瓶颈，特来向天下无敌、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师尊请教请教。灵虚御剑真诀乃冰宫顶尖剑诀，你不过刚入运脉中期，第1层能够一化4已算勉强，莫要贪多嚼不烂。师尊，弟子可不是贪多，第1层移花式弟子半天就练熟了，现在是第2层，老子弟子很熟看不懂那个以意运剑，剑意延伸到底是啥子意思？师尊你剑法天下第一，给我示范一下噻。示范有何难？看好了。我操！一花万千，这也太他妈帅了吧！这便是第2层乃至更高层的精髓，可看明白了？看是看到了，帅是帅惨了，但是师尊，你到底是怎么把一道剑气分化成几千道的呢？中间那个灵气运转的路线到底是啥子？要怎么嗡的那一下分出来呢？本宫适才不是示范的清清楚楚吗？就这么嗡的一下，心念一动，灵气顺势一分，它自然就化作万千剑影了，有何难处？我操！就这么嗡的一下，这也叫教学？这他妈就像学院画画，老师先画了一个圆圈，然后说就这么嗡的一下，顺手画出了一幅蒙娜丽莎。你这是学霸的降维打击啊！老子是萌新，不是神仙啊！师尊，你老实跟我讲，你当年学这招的时候到底学了多久哦？本宫当年拿到这本剑诀，翻开看了一眼，尝试了一次，便成了。对，当我没问，学霸的世界老子搞不懂。那师尊当年师祖是怎么教你的呢？师祖难道也是跟你说就这么嗡了一下呀？当年师尊他老人家将这本玉简扔给本宫，说了一句自己看，听不懂就去绝顶吹风3天，随后便闭谷闭关去了。我的个天天跑到帅完嘞！难怪师尊你不会教徒弟，原来咱们玉衡峰的教学模式是从始祖那里就遗传下来的因火放养流啊！始祖放养你，你放养我，咱们玉衡峰是懂传承的。放肆！师尊他老人家乃是上在太上长老，公参告化，岂容你在此偏袒？况且本宫何曾放养于你？为师不是每日都在此指点你吗？指点了，嗡的一下的指点，弟子铭记于心，永生难忘。剑道一途，贵在顿悟。既然你领悟不了一化万千，那便先从基础做起。去后山崖壁，用素水剑劈砍瀑布。什么时候能用一记普通剑气将千丈瀑布断流3溪，你这第2层自然就通了。断瀑布，这个听起来靠谱多了，弟子这就去。断瀑3溪，当年本宫用了半个时辰。这逆祖身负12灵窍，且看他需要多久吧。本宫让你断瀑3溪，你站在此处磨蹭半个时辰，一剑未挥，是在等瀑布自行干涸吗？师尊啊，弟子真的太笨了嘛！你刚才说要以意运剑，可弟子一运灵气，这素水剑就跟脱缰的野马一样，根本不听使唤。你看嘛，这样抖那样起，
灵气走哪条经脉我都搞不清楚。这逆徒乃是玄道剑体，又身负12灵窍，悟性理应冠绝天下。刚才本宫演示剑诀时，他分明已有所触动，怎的亲自动手却笨成这般模样？莫非真的需要本宫按部就班的引导灵气入性？站直，持剑的手抬高3分，本宫教你运转灵气，看好了。好嘞，师尊，抬高了。你看这样高不够高？灵气是不是要从手臂冲出去啊？抬高，手腕要稳，灵气莫要顺着臂经直冲，先走太阴肺经，做手于阴心包经，再汇集于剑指，懂了吗？哎呀，师尊，乱了！太阴肺经往哪边走啊？弟子这一分心，剑又要掉了。真笨，连经脉走向都能记错，以后出去莫说是我江宁霜的弟子。把手给本宫，看好了，灵气是这样走的。我操！老子本来只想让他指点一下经脉，没想到亲人师尊直接上手握手了。这手感凉凉的、软软的，跟冰镇软汤一样，我装笨赚爆了啊！感受到了吗？以身带剑，以心运剑，起剑时身随剑走，落剑时剑随心动。出！你离为师这么近做甚？师尊，话要讲清楚哦。刚才明明是你自己走过来，牵着弟子的手教弟子的噻，怎么反倒怪起提儿来了？弟子可是动都没敢动一下呀。本宫那是为了教你剑诀，男女授受不亲，以后这等剑法你自己悟去，本宫绝不再手把手教你办去。别啊，师尊！你看，刚才你手把手带弟子走了一遍灵气，弟子立刻就懂了。师尊这口传手授的功力绝对是天下第一，看来不是弟子笨，是师尊教的还好了吗？少在本宫面前油嘴滑舌，演示一遍，若还是不会，便惩罚你打扫玉衡峰1个月。仅看本宫演示一遍，带着走了一趟经脉，便能真正领悟灵虚御剑真诀第2层的断铺真意。这逆徒的悟性简直妖孽！刚才那笨拙模样，莫非是故意逗本宫的？师尊，第2层学会了，那咱们是不是该谈谈第2件正事了？何事？师尊，上次开麦的时候，李长老炼制的那另外一枚极品开麦丹还在你那儿装着吧？那是弟子打了当初帮了忙的外门兄弟吴长刚的，您看是不是该还给弟子了呢？为师不是说过吗？外门关系复杂，莫要轻易许诺他人。那极品开麦丹，不好，太阴共鸣失控了。我操，这啥子情况？好恐怖的寒气！师尊，师尊，你怎么了？师尊！想冻死老子！老子刚炼化了6品合欢丹，体内热气还没散完嘞，给我跑！逆徒，走，本宫控制不住太阴神力，你留在此处会死。做个锤子！当初在上古雪地洞天一头，你差点没命，也是老子把你救活的。现在你要老子眼睁睁看你被冻死啊？门儿都没有！放肆！这是命令，再不走，本宫便将你逐出师门。那就等师尊哪天有力气把我逐出师门再说。现在，你说了不算。扶本宫回玉衡阁。逆徒，放本宫下来！谁允许你
师尊，你省点力气打我吧，抱都抱了。等进了房间，你要杀要砍，随便你。拿上面那瓶红色的离火丹来。师弟，你怎么从你师尊的寝殿里出来的？师姐，大半夜的不睡觉，跑御衡峰来晃悠啥子呢？小师弟可以啊，才入门几年啊，居然都能大半夜进出你师尊的闺房了。看来本尊以前真是小瞧你了。师姐，你脑壳里头想的都是些啥子黄色废物啊？师尊是刚才修炼出了岔子，老子弟子是帮他送药进去的。看来他已经服了离火丹了。既然无事，本尊便不打扰你们师徒进修了。小师弟再接再厉啊！站住！谁允许你再进为师寝殿的？出去！师尊，刚才师姐来过了，我给挡回去了。我就在屏风外面守着，不进去。本宫不需要你守着，出去。师尊，虽然我修为没你高，但你是我在这个世界最亲的人，也是我师尊。你出了事，要是我连守在门外的资格都没有，那我这个亲传弟子当来干啥子？我不走。逆徒，你刚才说本宫不是别人。对啊，师尊教我功法，给我资源，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师尊的命。在这个陌生世界里，你是我师尊，本来就不是别人。难道在师尊眼里，我只是个外人吗？随为师来。师尊，搞得这么严肃，是准备跟我交代啥子天大的绝密呢？为师此前便与你说过，本宫乃是太阴神体，乃天生至阴至寒之体。然而修真界众人只知本宫凭此体质一日千里，却不知物极必反的道理。本宫拜入冰宫后，主修仙品功法素女冰心诀，后又于秘境中机缘巧合炼化了天地异火太阴冰炎。踏入游虚境后，更是掌管了正宗仙冰琉璃冰魄剑。这4种天下至阴至寒之力叠加于一人之身，最终在本宫体内演化出了一种超越凡俗的力量。啥子力量？难道就是昨晚上差点把你给我太阴神力？不错，正是太阴神力。此神力威力莫测，但以本宫如今游虚后期的修为，根本无法完全掌控它。每逢朔月之夜，外界太阴神光与体内神力共鸣，便会引发可怕的反噬，冻结经脉，撕裂神魂。那啷个办呢？难道就没得解决的办法了？总不能一辈子靠吃那个红色的离火丹压制吧？吃药治标不治本啊！想要彻底根治，为2条路可走。其一，散去周身功力，沦为凡人，太阴神力自然烟消云散。其二，冲击仙人境，唯有叩问天道，踏入仙人境界，方能将这太阴神力彻底驯服，化为本宫的大道基石。以师尊你的脾气，第一条路怕是想都没想过吧？上宫当凡人，那根本不是你东周第一女魔头的宫格嘛！听你这语气，似乎也觉得为师是那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是有啷个样？女魔头就女魔头嘛，抢夺机缘这种事，在修真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别人守不住宝贝，那是他们本事不够。师尊抢宝是为了给自己炼压制剧毒的离火丹续命，又不是滥杀无尽。在我眼里，你就算是个大魔头，那也是对我最好的师尊。算你这逆徒会说话。为师当年疯狂出入各大凶险秘境，争夺天才地宝，确实全是为了凑齐炼制离火丹的药材。当初在上古雪域洞天与你相遇，也是因为寻找药材被困在其中受了伤。因果循环嘛。师尊你放心，等弟子以后修为上去了，找离火丹材料这种苦差事包在老子身上。师尊是大魔头，弟子就做小魔头，谁敢抢咱师徒俩的东西，老子一剑劈了他。口气倒是不小，就凭你这运脉中期的修为，还想给本宫当小魔头？先顾好你自己的脖子吧。太阴神力乃本宫最大的弱点与机缘，反噬之时本宫极度虚弱，此事乃冰宫至高机密，除了你与你苏师姐，绝不可让第3人知晓。若有泄露，师尊放心，弟子晓得清楚，这秘密弟子一定揽在心里，因为师尊可是弟子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重要的人了。傻子！
本宫拜入冰宫百载，兼修素女冰心诀与太阴神力，论年纪，足足长了你近100年岁月。啥子年长100岁哦？师尊，你少在这里跟我开玩笑。你看你这张脸，皮肤嫩得跟水豆腐一样。说你是我师尊，放凡间去，人家还以为你是我，长得都能当我娘子般年轻嘞。我操！徐青云，你脑壳是不是被门给夹了？娘子，这种虎狼之词无耻，你都敢当着东周第一女魔头的面说出来，要命了，要命了！这波纯属嘴抽风，要被碎尸万段了！啊！逆徒，你说什么？竟敢用这等轻佻之语调戏本宫，找打！我操！坏了坏了！师尊息怒，弟子情为丧标了，他饿了1天了！好险好险！吓死老子了！刚才差点就被当场给穿成糖葫芦了。等会儿，老子跑啥子呢？我今天去找师尊，最重要的正事，把无常跟耀辉另外那颗怎么给极品开卖单还没拿呀？拿不到丹药，老子怎么给兄弟交代？以师尊刚才这检路偏开的轨迹来看，他老人家根本舍不得真干掉我。嘿嘿，富贵险中求，为了开卖单拼了！本宫是怎么了？刚才那逆徒说出那等污言秽语，换做他人早已被本宫一剑削成飞灰，为何本宫居然在最后一刻刻收了剑路？本宫为何下不去手？你这逆徒竟然还敢折返回来！师尊息怒，弟子刚才跑出去才想起正事没办嘛。再说了，师尊你刚才不是已经出过剑了吗？本宫看你是彻底欠收拾，看剑！笨蛋，快躲开啊！你是猪吗？本宫出剑，你连躲都不会了吗？站着让人砍，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师尊刚才不是说要惩罚弟子吗？弟子要是躲了，师尊气没消怎么办？弟子站在原地让师尊刺一剑，弟子知道师尊下手肯定是有分寸的。笨死了，谁要你这般讨好？把手放好。哦，师尊，我是少爷，你怎么还下黑手打人？下黑手怎么了？让你长长记性，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当着本宫的面胡说八道。不许动，把袖子挽起来。嘿嘿，我就知道师尊人最好啦，每次受伤最后都是师尊亲自给我上药，这伤挨得治。少在本宫面前卖乖，就再把没小，下次本宫就直接斩了你这只手。别啊，师尊，其实弟子讲的那句话真不是要占师尊便宜啊，弟子那是发自肺腑的夸赞师尊。你看你这皮肤嫩得跟刚剥壳的鸡蛋一样，走出去说你比我年纪大，谁信啊？弟子只是打个比方，夸师尊年轻而已嘛。真的只是夸本宫年轻？真的不能再争了，天地良心，弟子对师尊的崇拜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怎么可能会有那种大逆不道的邪念呢？哼，本宫脏的年轻，还需要你来多嘴？看在你今日受了剑伤的份上，本宫便不再追究，若有下次，严惩不贷。是，谨遵师尊圣谕。那个师尊啊，既然这舞会都解开了，那之前李长老炼制的那另外一枚极品开麦丹，是不是该还给弟子了呢？你如今已顺理成章突破至运脉中期，要这极品开麦丹还有何用？这个嘛，弟子答应过别人，拿这丹药器有大用处，暂时不能说。男的女的？啊？啥子男女的？你要把这开麦丹送给的人，到底是男弟子还是女弟子？我操，男的女的？师尊这反应，这他妈是在吃醋啊！冰山女魔头居然开始关心我的社交圈了，这一波赢麻了啊！师尊，你突然问这个做什么呢？男的，弟子刚才说的绝对太阴寒霜，全部对4个男弟子。师尊，你刚才那么激动的问男的女的，难道是？休要胡思乱想，本宫乃是冰宫之主，亦是你的师尊。冰宫之内女弟子众多，你年纪尚轻，定力不足。本宫不过是提防你被旁人惑了心智，耽误了大道修行罢。难道本宫关心弟子的修道心行，还需要向你报备不成？是，师尊说的都对。师尊这是关心弟子的大道，弟子绝对没得其他想法。既然是男弟子，那便罢了。不过这极品开麦丹，本宫今日依然不能还你。啥子呢？师尊，刚才舞会不是都解开了吗？你怎么还不给啊？
弟子还等着拿去给人家交差嘞。刚才你目无尊长口出轻佻之意，本宫念在你受了剑伤，暂且不治你的罪。但这开脉丹乃是宗门重宝，岂能由你随意送人？若想拿回此丹，便等你何日踏入灵宫境再说吧。我操，手感好得像软玉一样，冰冰凉凉的。等等，老子在干啥子？逆徒，事不过三，你竟然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本宫动手动脚！师尊，如果我说刚才又是意外，弟子只是情急之下想拉住你，你信不信？本宫看你是记吃不记打。今日若不施展家法，本宫这师尊的威严何在？师尊，动手归动手，打人不打脸啊！弟子好歹是秉公守徒，打坏了脸以后出去多丢人啊！打人不打脸？哼，打坏了脸，打坏了脸，本宫这逆子以后还怎么去找道理？本宫今日偏不打脸。这3下是惩罚你3次无礼之举。极品开脉丹，等你何时突破灵宫基，再来找本宫要吧。师尊，30年河东，30年河西，等老子弟子修为超过你那天，这个场子弟子一定要亲自找回来。想超越为师，那便拿出你的本事来，莫要只会嘴上承诺。练功境是吧？你给老子等着，等老子突破了练功，超过了你，老子绝对不用留条，老子要亲力亲为的打回来。师尊，那是小师叔突破灵宫境的异象吧？小师叔拜入宗门才刚刚5年啊，5年就从凡人修炼到了玉脉巅峰，冲击灵宫，这他妈还是人吗？5年突破灵宫，当年公主突破灵宫也用了足足10年啊！天才的世界，咱们这些凡夫俗子是真不懂啊！这逆徒，5年时间一声不吭闭关，如今冲击灵宫境这般天大的事情，竟然连打个招呼都不曾与本宫说，真是气死我本宫了。9层是完美灵宫，徐小施主铸成了9层完美灵宫。哎呀呀，恭喜公主，小师弟5年铸就9层完美灵宫，真是东周万年难遇的奇才啊！南枝，待你师尊离开玉衡峰，本宫的弟子即将渡心魔劫，莫要在此打扰。弟子遵命。难道这逆徒要筑9层以上的灵宫？